注意看啊，这个频道仅用了79个视频就吸引了12万多的订阅量，视频的播放量动不动就达到了100万以上，平均每个月的收益能达到1400美金以上。你去看一眼，你就会发现，画面基本上就是火柴人或者矢量图，剪辑几乎是没有，内容也基本上就是图片拼一拼就完事了，不露脸，不复杂，也不炫技，但偏偏它就是能爆。今天我用10分钟从零教会你做一条这样的视频。首先也是最主要的是文案，它是决定你的视频能不能留住人的关键。这类视频本身就不是靠画面去吸引人，画面只是辅助理解，避免视频显得比较枯燥。真正决定留存的是文案有没有钩子，有没有节奏，有没有情绪，有没有自己的特点。这次我只是演示视频的做法，我用的是 ChatGPT， 你也可以用拆爆款的方式去写你的文案。这次我们写的文案的标题是高智商的3个特征，这也是这类火柴人视频的经常用的几个赛道。另外也可以用到英语教学呀，或者是财经啊等等。我们看 ChatGPT 已经把文案给我们写出来了，我们先检查一下，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。没有太大的问题，我们接下来就要生成音频。音频的生成，我建议用 Eleven Labs 这个工具生成的音频更自然，而且更接近真人。当然，如果你自己去配音更好。在 AI 泛滥的今天，真实感才是最稀缺的。因为我的 Eleven Labs 会员过期了，所以今天我用的是 Minimax。我刚刚把文案导入到 Minimax 以后，然后简单的修整一下，并让它给我生成音频。音频已经生成好了，我们来听听看看。如果说你对这个声音不是特别满意，你也可以让它先给你生成几个 demo， 你选择确认完以后，再让它生成完整的视频的音频。你有没有发现，真正高智商的人看起来反而不聪明，他们不爱炫耀，不急着反驳，甚至经常沉默。但真正厉害的人通常都有这3个特征。接下来我们为文案匹配画面，这次我们使用 Canva 来制作。打开 Canva 后，先选择画布的比例。如果你是做长视频，就选择16:9的比例；如果你是做短视频，就选择9:16。我们选择16:9。进来后，先把刚刚生成的音频传进来，添加进画布。我们发现音频的长度是无法拉长的，需要先添加一个背景。颜色我偏向选择这种淡灰色，然后把这个背景拉长，大过音频的长度就可以。接着我们听每一段音频，为它们搭配图片。你有没有发现，真正高智商，我们选择插图，提取每段文案的关键词。比如第一段文案，你有没有发现真正高智商的人看起来反而不聪明？关键词就是发现、聪明、不聪明，并找到合适的插图添加进去。这段视频不要求图片与文案的完全一致，图片只是辅助。找到合适的插图后，我们把图片放在合适的位置，尽量留白，但也不能太小。注意下面要留出字幕的位置，大概1/4的空间基本就够了。接着我们用同样的办法，把后面的插图都给它配好。这里我就不再重复说了，我们快进。另外一个小窍门，为了让我们的插图看起来不那么死板，我们一般会通过增加动效的方式来让它有一个微动效果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可以选择插入动图，点击插画下面的2个横杠，在下拉菜单中选择动画，选择合适的插图。到了正文第1章节，为了让视频结构更分明，我们先做一个标题页。我用了黄色，你也可以用你频道的主题色等等，这样可以提高频道的专业度。文字选择合适的字体后，我们给文字加上动效。我们看这里边动效有很多，你可以选择一个自己认为合适的。这里我们选择散块这个动效。
图片配完后，我们给这些图片加一些动效，对不满意的地方再进行一次调整，这样就能让这个视频看起来不那么枯燥。我这里进行快进处理。视频完成后，我们把它下载下来。画面我们选择1080下载。剪辑我们采用的是剪映，你也可以用你熟悉的剪辑软件，主要就是2点：加字幕和背景音乐。我们先把刚刚下载下来的 MP4 格式的视频导入进来，然后用剪映带的自动识别字幕的功能，它可以很方便的把音频转成字幕。然后我们把这个字幕配上一个合适的字体和相应的动画效果。接着我们给这个视频配上背景音乐，最好是纯音乐，也可以根据你的文案是励志提升类的，还是心理学科普的，还是心理治愈的类型，搭配不同的音乐。背景音乐的音量建议调到50%以下，这样可以避免你的背景音乐盖过你的人声。这样一个火柴人动画的视频就做好了，我们来看看成片。你有没有发现，真正高智商的人看起来反而不聪明？他们不爱炫耀，不急着反驳，甚至经常沉默。但真正厉害的人通常都有这3个特征。第一，他们不急着证明自己。普通人聊天是在赢，高智商的人聊天是在获取信息。别人越激动，他们越冷静，因为他们知道情绪一旦上头，判断力就会下降。真正聪明的人从不靠声音大取胜。第二，他们特别擅长延迟满足。很多人想要的是立刻快乐，但高智商的人更在意长期收益。别人刷短视频的时候，他们在积累能力；别人急着炫耀成果，他们还在默默布局。因为他们明白，所有高级的回报都需要时间发酵。第三，他们能长期独处。大多数人害怕安静，因为一安静就会开始焦虑。但真正聪明的人恰恰能在独处里完成深度思考。很多顶级的想法、赚钱机会、人生选择都不是在热闹里出现的，而是在一个人安静的时候想明白的。所以你会发现，真正高智商的人未必最会说话，但一定最会思考。他们安静、克制、长期主义，而这些才是真正拉开人与人差距的地方。